第7章代号，你们可以称呼我。愚者简短的答案很快消失于恢宏的神殿和弥漫的雾气内，但在奥黛丽和阿尔杰心中，那声音却长久回荡，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没有想到，却觉得就该是这种感觉的称呼，完美体现出神秘、强大、诡异等形象的称呼。几秒的安静后，奥黛丽站起身，虚提裙摆，弯曲膝盖，对周明瑞行了一礼。尊敬的愚者先生，请允许我冒昧恳求，您可以做我们交易的见证吗？一件小事，周明瑞念头急转，以符合身份的方式回答道：这是我们的荣幸。愚者先生阿尔杰也跟随站起，右手抚胸，弯腰行礼。周明瑞右手虚压，微笑开口：你们继续。阿尔杰点了点头，重新坐下，看向奥黛丽道：如果你能拿到鬼杀血，那就找人送去普利兹港白玫瑰区鹈鹕街的勇士与海酒吧，告诉老板威廉姆斯，这是船长要的东西。等我确认之后，你是给我地址将魔药配方寄过去，还是让我直接在这里告诉你？奥黛丽思考了一阵，展露笑容道：我选择更保密的方式就在这里，虽然这很考验我的记忆力。既然愚者先生答应见证交易，那就表示还有下一次的类似聚会。想着这些，他忽地侧头，目光闪亮地望向周明瑞，饶有兴致地提议道：愚者先生，您介意多几次现在这样的尝试吗？阿尔杰沉稳听完，也是一阵心动，忙附和道：愚者先生，您不觉得这种聚会很有意思吗？虽然您的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但世界上总有您不了解不擅长的领域。对面那位明显是出身高贵的小姐，我也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经验、见识、渠道和资源，我和她也许能在未来某些时候帮您完成不方便自己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他看来，自己既然会毫无防备、毫无反抗力量的被拉入这里，那就表示主动权在神秘的愚者先生手上，不是想拒绝想之后不再参与聚会就一定能成功的。所以还不如更深更好的挖掘这次遭遇的好处，用收获弥补被动与不利。长桌旁的三方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消息渠道、不同的神秘领域了解，如果能互相交流、有限合作，将产生无法估计和测量的美妙效果。比如刚才定下的资源交换，比如若自己想杀一个人，完全可以请表面和实质都与自己没任何关系的聚会成员帮忙，这会让事情被完美误导去另一个方向。出身高贵的小姐，我的表现，我的口音这么明显吗？奥黛丽嘴巴半张，怔了一下，但她很快回过神来，毫不犹豫的点头。愚者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只要聚会变成定期，有的事情如果您不方便出面，完全可以转交给我们，当然得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从刚才开始，周明瑞就在权衡利弊。更多的聚会确实能让自己收获更多的非凡奥秘和神秘学知识，有助于将来穿越回去。比如下次聚会时就应该会出现的观众这份魔药配方，同样的也能为目前的现实生活获取消息，得到一定帮助。不过越多的聚会也越容易暴露自身的虚实。果然，不管哪个世界都没有只存在好处的事情。周明瑞再次伸出右手，用指头轻敲着长桌边缘。考虑到聚会的召集和解散都在自身掌控之中，即使暴露出什么问题，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好处明显大于弊端。周明瑞迅速做出了决断，他轻敲的动作停止，迎着四道期待又忐忑的目光笑道：我是一个喜欢等价交换的人，不会让你们无条件帮忙。每个周一下午3点，尽量独处，等我多尝试几次，弄清楚一些事情，或许你们就能提前请假，不用担心会处在不适宜的场合了。这就算答应了阿尔杰和奥黛丽的提议。奥黛丽刚满17岁，一直备受呵护，少女心性很重，听到愚者先生的回答，顿时忍不住握紧拳头，在胸前轻摆了2下。那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也取个称号？毕竟不能用真实姓名交流。不等阿尔杰开口，他眸光晶亮，兴致勃勃地说道：虽然自己的真实情况未必瞒得过愚者先生，但对面那家伙也有些危险，不能让他知道我究竟是谁。好主意，周明瑞简短而轻松的回答。奥黛丽当即开动脑筋，边思索边说道：您是愚者先生来自塔罗牌，那作为一个定期的、长期的、隐秘的聚会，称号的尽量一致。我也从塔罗牌里挑吧。他的口吻慢慢变得愉快。决定了，我的称号是正义，这是塔罗牌22张主牌之一。那先生你呢？奥黛丽笑盈盈望向对面的同伴。阿尔杰微皱眉头，旋即舒展道：倒吊人，这又是另一张主牌。好的，
那我们就算是塔罗会的创始成员了。奥黛丽先是开心脱口，接着有点怯怯的看向被灰白雾气笼罩的周明瑞。没问题吧，愚者先生？周明瑞好笑摇头。这种小事，你们可以自己拿主意，谢谢。奥黛丽明显很兴奋，接着他又望向阿尔杰，倒吊人先生，可以把刚才的地址再说一遍吗？我怕自己的记忆不够深刻。没问题。阿尔杰对奥黛丽的认真相当满意，又重复了一遍地址，默念了3次后，奥黛丽兴致勃勃再道：听说塔罗牌只是罗塞尔大帝发明出来的游戏，其实并不具备占卜的功能。不，很多时候占卜来源于自身，每个人都有灵性，都能交感到灵界，交感到更高层次的关系自身的信息，只是普通人无法察觉这点，更加别说去解读获得的提示了。当他们使用占卜工具的时候，这些信息就会借助工具呈现出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梦和解梦。阿尔杰看了周明瑞一眼，见他没有表示，便出言否定了奥黛丽的说法。塔罗牌实际上就属于这种工具，它用更多的象征、更合理的元素，帮助我们更方便、更准确的解读提示。周明瑞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听得非常认真，只是他精神的发空现象开始变得严重，脑袋一抽一抽的痛。明白了。奥黛丽点头认可，接着又强调道：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不是质疑塔罗牌，我是听说罗塞尔大帝实际上制作的是另外一副牌，隐秘的象征着某些未知力量的纸牌，一共有22张，完成之后他参照这个才发明了塔罗牌的22张主牌作为游戏工具。这个说法准确吗？他看着周明瑞，似乎想从神秘的愚者先生那里得到答案。周明瑞只是微笑，并不开口，将目光投向了倒吊人，一副考一考你的模样。阿尔杰下意识挺直了腰背，沉声说道：对，据说罗塞尔大帝看过亵渎石板，那副纸牌就藏着那22条神之途径的奥秘。22条神之途径。奥黛丽用一种满是向往的语气重复道。这个时候，周明瑞头疼加剧，觉得自己与深红星辰、灰白雾气间的无形联系开始摇晃。好了，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吧。他当即决断，低沉开口：遵从您的意志。阿尔杰低头行礼。遵从您的意志。奥黛丽模仿着倒吊人，他还有好多问题，好多想法，完全舍不得结束。周明瑞边断掉联系，边笑了笑道：让我们期待下次的聚会吧。星辰再亮，深红光芒像水一样缩了回去。奥黛丽和阿尔杰刚听见愚者先生的话语，身影就变得更加模糊，愈发的虚幻。不到1秒钟，投影破碎，灰雾之上恢复了寂静。周明瑞则感觉自己飞快变重，四周飘忽不在，眼前先是一暗，接着便是灿烂的阳光。他还在公寓房间内，还站在正中央。梦一样，那灰雾世界到底是什么玩意？又是谁或者说哪种力量制造出刚才的变化？周明瑞低声感叹，满是迷惑，双腿像是灌满了铅一样走向书桌。他拿起之前放在外面的怀表，确认过去了多久。1:1的时间流速，周明瑞大概判断到。放下怀表，脑袋抽痛欲裂的他再也支撑不住，坐到了椅子上，低着头，用左手拇指和中指分别按摩起两侧太阳穴。过了许久，他忽地叹了口气，用汉语说道：看来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无知者才能无畏，见识到那么神奇的事情，了解到非凡领域和神秘世界后，周明瑞是不敢再鲁莽尝试古福萨克语和鲁恩语的转运仪式。鬼知道会不会出现另外的情况，说不定更加奇诡，更加恐怖，甚至让人生不如死。至少得在对神秘学有深入掌握后才能尝试。周明瑞无奈的想到。还好，所谓的聚会能为自己提供帮助。又是一阵沉默，他带着沮丧、失落、痛苦和惆怅等情绪自语道：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克莱恩了。克莱恩努力将思绪转回办法和计划，以排解心里的负面情绪。下周或许能旁听到观众这魔药的配方。刚才的聚会还真是神奇啊，处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将千里化作咫尺，当面交流，互通有无啊，这说起来有点熟悉啊。克莱恩愣了几秒，突的失笑，边手按太阳穴边低声自嘲道：网络交友平台了解一下。第8章新的时代。呜，狂风呼啸，暴雨如注，3桅帆船在一座又一座的波浪山峰间起伏，就像被巨人抛飞又接住，接住又抛飞的玩具。阿尔杰·威尔逊眼中深红褪去，发现自己依旧站在甲板之上，与先前没有任何区别。紧跟着，
他看见掌中造型古怪的玻璃瓶咔嚓破碎，霜雪化水，融入了雨滴。短短2、3秒钟的时间后，这件古代奇物便彻底失去了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一片六角形的晶莹雪花浮现于阿尔杰的掌心，接着迅速变淡，直至不见，似乎内缩于了血肉。阿尔杰像是在思考什么般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沉静了足足5分钟。他转过身体，走向船舱入口，刚要进门，就遇见一位同样穿着绣闪电花纹长袍的男子出来。这有着柔软黄发的男子顿住脚步，看向阿尔杰，伸出右手，握拳放在胸口道：风暴与你同在，风暴与你同在。阿尔杰粗犷深刻的脸庞不带一点多余的情绪，同样的握右拳击左胸。彼此行礼后，阿尔杰进入舱房，沿着过道走向远处的船长室。一路之上，他竟然没再碰到任何一名水手或船员，这里安静的仿佛坟墓内部。船长室大门打开，柔软厚实的深褐色地毯出现于他的眼前，两侧分别是书架和酒柜，一本本封皮偏黄的书籍和一瓶瓶颜色暗红的葡萄酒在蜡烛灰芒照耀下闪烁着异样的光泽。摆放蜡烛的书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根羽毛笔，一架黑色的金属望远镜，以及一个黄铜制成的6分仪。书桌背后，一个戴着骷髅船长帽、脸色苍白的中年男子看着阿尔杰一步一步过来，愤怒的咬牙说道：我不会屈服的，我相信你做得到。阿尔杰平静的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你……中年男子一下怔住，似乎没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回答。就在这时，阿尔杰身体微弓，突然前冲，瞬间将两人的距离拉近到只剩书桌。啪！他肩膀一紧，右手猛地探出，捏住了中年男子的喉咙。没给对方反应的机会，他手背浮现出片片虚幻鱼鳞，五指疯狂用力。咔嚓！清脆的响声里，中年男子目光大愕，身体被整个提了起来。他双脚猛烈的抽动，但又很快恢复了平静，视线茫然之中，瞳孔开始发散，裤裆位置则渐渐湿润，有恶臭传出。阿尔杰举起中年男子，扶下腰背，双脚蹬蹬迈开，靠近了旁边的墙壁。砰！他将中年男子作为盾牌，狠狠撞向了前方，手臂粗壮如同怪物，木质的墙壁应声而碎，狂暴的风雨带着海水的新潮味道席卷而入。阿尔杰扭腰摆背，将中年男子扔出了船舱，扔进了山峰般一座接一座的巨浪里。天色黑暗，风雨呼啸，自然的伟力将一切掩埋。阿尔杰掏出一张白色的手帕，用心擦了擦右掌，接着将它也丢向了大海。退后几步，他耐心等待着同伴入内。怎么了？不到10秒，刚才那有着柔软黄发的男子就冲了进来。船长逃了。阿尔杰喘着气，懊恼回答，他竟然还保留着一些非凡之力。该死！黄发男子低声咒骂了一句。他来到破口处，凝目望向远方，可除了风雨和海浪，什么都看不见。算了，他只是附带的。黄发男子挥了下手臂，能找到这艘图夺时代的幽灵船，我们只会有功劳，哪怕是大海的卷者。这种天气下，他也不敢贸然潜入水中，而且暴风雨如果再持续下去，船长也支撑不了多久。阿尔杰点了点头，发现木质墙壁上的破口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蠕动复原。他深深看了一眼，下意识扭头望向船舵和风帆的位置，哪怕隔了重重木板，他也能清楚的知道那里的情况。没有大副，没有二副，没有船员，没有水手，甚至没有活人，那里空无一物。船舵和风帆在诡异的自行调整。脑海内又浮现出那位全身笼罩着灰白雾气的渔者。阿尔杰忽然叹了口气，他转头望向外面的狂风巨浪，用又期待又畏惧的梦呓口吻道：新的时代开始了。鲁恩王国首都贝克兰德皇后区。奥黛丽·霍尔捏了捏自己的脸颊，不敢相信刚才的遭遇。他面前的梳妆台上，古老的铜镜碎得一块一块。目光下移，奥黛丽看见手背处有深红流转，如同星辰纹身。深红逐渐暗淡，最终隐于皮肤，消失不见。直到这个时候，奥黛丽才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她眸中眼波流动，嘴角一点点上翘，忍不住站了起来，弯腰提上裙摆，对着空气行了一礼。奥黛丽脚步轻快，身体转动，跳起了时下宫廷最流行的古精灵舞。身影翩翩，她脸上尽是灿烂的笑容。咚咚咚，卧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谁？奥黛丽唰的停止，摆好文雅的姿态，
小姐，可以进来吗？您该准备了。贴身女仆在门外问道。奥黛丽侧头看向梳妆台的镜子，飞快将笑容收敛，只留下浅浅一抹。她左看右看，确认形象没有任何问题后，才温柔开口：“进来吧。”把手扭动，她的贴身女仆安妮推门而入。哦，它碎了。安妮一眼就看见了那面古老铜镜的下场。奥黛丽眨了眨眼睛，语速缓慢的说道：“啊，是，之前苏倩进来过，你知道的，她总是喜欢破坏。”苏倩是一条血统不那么纯正的金毛大狗，是他父亲霍尔伯爵购买猎狐犬时获得的赠品，但非常受奥黛丽喜欢。您得好好教训他。安妮熟忍的收拾着铜镜碎片，怕伤到了小姐。做完这一切，她看向奥黛丽，微笑询问道：“想穿哪条裙子？”奥黛丽略作思考道：“我喜欢吉尼亚太太为我17岁生日设计的那一条裙子，居然在正式场合穿第二回。”安妮摇头否定。但我真的很喜欢它。奥黛丽语气温和的强调道：“您可以在家里穿，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穿。”安妮摆出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态度。那就赛德斯先生前天送过来的那条，袖口是荷叶边的那条。奥黛丽隐蔽的吸了口气，保持住优雅甜美的笑容。您的眼光总是这么出色。安妮笑着退后一步，对门外喊道：“第6号衣帽间。”算了，我自己去拿。女仆们开始忙碌起来，一个负责长裙，一个负责珠宝首饰，一个负责鞋子，一个负责纱帽，一个为奥黛丽小姐化妆，一个考虑发型。当准备接近尾声，穿着深棕色马甲的霍尔伯爵出现在了门口。他戴着一副同色礼帽，留有2撇漂亮的小胡子，蔚蓝的眼眸满是笑意，但松弛的肌肉，鼓起的肚子，开始明显的法令纹，都无情破坏了他年轻时的英俊。贝克兰德最耀眼的宝石，我们该出发了。霍尔伯爵站在入口处，轻敲了2下敞开的房门。爸爸，不要这么称呼我。奥黛丽在女仆帮扶下站起，故意露出几分苦恼的神色。那我美丽的小公主，该出发了。霍尔伯爵屈起左边手臂，示意奥黛丽来晚。奥黛丽浅笑摇头，这是霍尔太太，伯爵夫人，我亲爱妈妈的位置。那这边。霍尔伯爵含笑又屈起右边的手臂，这是作为父亲的骄傲，普利兹港橡树岛皇家海军基地。当奥黛丽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下马车时，突然被眼前的庞然大物震惊了。在不远处的军港内，有一艘通体闪烁着金属光芒的巍峨巨舰，它没有了风帆，只剩下瞭望台，并多了2个高耸的烟囱，多了2个分列前后的露天炮塔。它是如此的雄伟，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停在附近的风帆战列舰们就像一个个刚出生的矮人在簇拥巨灵。风暴在上，哦，我的主，铁甲舰！一声声惊叹滴滴交织，奥黛丽也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那是人类所创造的奇迹，前所未有的海洋奇迹。过了不知多久，贵族、大臣和下院议员们才恢复过来。这个时候，半空一个黑点由小变大，逐渐占据了1/3的天空，占据了所有人的视线，让气氛陡然变得肃穆。这是一个漂浮飞翔于半空的庞然巨物，它有着极其流畅和优美的线条，整体涂装成深蓝色。坚固而轻盈的合金骨架支撑起了装有氢气囊的棉布，下方则悬挂着有机枪口、投弹口、平射炮口的箱体。高燃素蒸汽机的夸张嗡嗡声和尾部桨叶的疯狂转动音构成了震撼人心的乐章。国王一家乘坐的飞空艇抵达了，带着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威严。一把竖直向下，柄部是红宝石皇冠的审判之剑徽章在箱体两侧反射着阳光。这是奥古斯都家族传承久远、可追溯至上一季的象征。奥黛丽还未满18岁，还未参加介绍仪式，在皇后引领下正式进入贝克兰德的社交场合。宣告成年，只能安静的在原地旁观，不能靠近。不过他并不是太在意，甚至因为不用面对王子们而感觉轻松。人类征服天空的神迹稳稳落地，最先从扶梯下来的是英姿勃发的年轻侍卫，他们穿着红色军礼服、白色长裤，身有勋带，手捧步枪，分成2列排开。静候国王乔治3世和王后、王子、公主的出现。奥黛丽不是没见过大人物，对此毫无兴趣，反而目光游移，看向国王身边仿佛雕像的2位黑甲骑士。在这钢铁、蒸汽与枪炮的时代，竟然还有坚持穿全身盔甲的家伙。那冰冷的金属光泽，那深沉的黑色头盔，都给人沉重、威严、必须服从的感觉。
难道是更高序列的惩戒骑士？奥黛丽心中闪过了家中长辈们闲谈时的只言片语，有心见识，却不敢靠近。随着国王一家的到来，仪式终于开始。现任首相阿古希德·尼根勋爵走到了众人前方。他是保守党成员，到目前为止唯二以非贵族身份成为首相的大人物，因卓越的贡献被授予勋爵。当然，奥黛丽知道的更多。阿古希德的哥哥，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叫做帕拉斯·尼根。这一代的尼根公爵，阿古希德50来岁，身材高瘦，头发稀疏，眼神锐利，环视一圈后道：女士们、先生们，相信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一艘铁甲舰，足以颠覆时代的铁甲舰，长101米，宽21米，高干船舷设计，主装甲带厚457毫米，排水量10060吨，前后共4门305毫米主炮，另外还有6门速射炮、12门6磅炮、18门6管机枪、4具鱼雷发射管，航速可以达到16节。它将是真正的霸主，它将征服大海。贵族、大臣和议员们出现了骚动，光是首相的描述就足以让他们想象出这艘铁甲舰的恐怖，更何况实物就在眼前。阿古希德露出少许笑容，又演讲了几句，然后对着国王乔治3世行礼道：陛下，请您为他命名，从普利兹港开始就叫普利兹号吧。乔治3世的神情相当愉悦。普利兹号，普利兹号。从海军大臣、皇家海军总司令开始，这个名字依次传开，最终来到铁甲舰上，由军官和士兵们齐声欢呼。普利兹号。欢庆的气氛中，礼炮连鸣，乔治3世下达了起航试射的命令。呜，汽笛声响，一道道浓烟从烟囱喷出，机械运转的动静隐约可闻。那庞然大物起航了。当他驶出港口，用船首2门主炮轰击前方无人小岛时，所有人都震惊了。轰隆，轰隆，轰隆，大地仿佛在摇晃，尘埃冲上了半空，飓风肆掠往外，掀起了海浪。首相阿古希德满意转头，对贵族、大臣和议员们说道：从现在开始，那7个自称为将军的海盗，那4个僭越称王的海盗，只能浑身颤抖，等待末日。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哪怕他们或多或少有非凡之力，有幽灵或诅咒之船，纵横海洋的也只能是铁甲舰。这时，阿古希德的首席秘书故意问道：那他们就不能自己建造铁甲舰吗？部分贵族和议员暗自点头，认为不排除这个可能。阿古希德当即流露笑容，缓慢摇头道：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建造这样的铁甲舰需要3个大型的煤钢联合体，需要20个规模以上的钢铁厂，需要贝克兰德火炮研究院、普利兹船舶研究院的60名科学家和更多的高级工程师，需要2个皇家造船厂和他们附属的近100家零件厂，需要一个海军部、一个造舰委员会、一个内阁、一个有着卓越眼光的坚定国王和一个年产钢铁1200万吨的伟大国家。海盗们永远做不到。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抬起双臂，激昂喊道：女士们、先生们，巨舰和大炮的时代来临了。第9章笔记。休息了半个小时，已经自认为克莱恩的周明瑞才缓了过来。期间他发现自己右手手背多了4个黑点，恰好组成小的正方形。这4个黑点由深变淡，很快消失，但克莱恩清楚，他们依旧藏在自己体内，等待着唤醒。4点，正方形，难道是4个角落4份主食的对应？以后我就不需要再准备主食，可以直接上步伐和皱纹了。克莱恩隐隐有了一个猜测。这看起来似乎不错，但身上多了点来历奇诡，缺乏了解的东西总是让人恐惧。再想到地球上莫名其妙的方术在这里竟然也能产生效果，再想到自身睡梦中的奇怪穿越，再想到神秘、迷幻、不知代表着什么的灰雾世界，再想到一世之中徘徊于周围，让人接近发疯的阵阵耳语，克莱恩就难以克制的打了个寒战，在6月底的炎热天气里打了个寒战。他曾经听说过一句话，人类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而最古老又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现在他就深刻体会到了来源于未知的恐惧，前所未有的、无法遏制的，他升起了想要接触神秘领域，了解更多，破除未知的强烈冲动，也有着把头一埋，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逃避念头。窗外阳光正盛，为书桌铺上了一层金粉，克莱恩凝望着那里，
仿佛触摸到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他稍微放松了一点，立刻感觉汹涌的疲惫潮水般涌出。昨晚的未眠，刚才的消耗，让他眼皮沉重，像是铅白，止不住的下垂。摇了摇脑袋，克莱恩伸手撑住桌缘，顾不得收拾放置于四角的黑麦面包，踉踉跄跄走到高低床前，刚一躺下，沾到枕头就昏睡了过去。咕噜咕噜，饥饿唤醒了克莱恩，他睁开眼睛，一阵神清气爽。除了头还有点疼，他揉了揉额角，翻身坐起，觉得自己现在能吃掉整整一头牛。他边理顺衣服的褶皱，边回到书桌旁，拿起了那块有织漫花纹的银白怀表。啪，盖子弹开，秒针滴答滴答的走着。12点半，睡了3个多小时。克莱恩吞咽唾沫，将怀表放进了亚麻衬衣口袋。在北大陆，一天同样分成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至于每1秒钟的长度和地球是不是一样，克莱恩就不得而知了。对他来说，此时此刻连神秘学、仪式、灰物世界等单词都无法进入脑海。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食物，食物。吃饱了才能想办法，才能做事情。没有犹豫，克莱恩将4个角落的黑麦面包又拿了回来，弹甩掉沾染的少许灰尘，打算拿其中一条作为中午的主食。因为家乡有分食祭祀后贡品的习俗，而这4条黑麦面包看起来又没有任何改变。他在兜里只剩5个便士的情况下，觉得做人还是得勤俭节约一点。当然，这也有原主记忆碎片、生活习惯的微妙影响。因为煤气太贵，用在照明上都让人心疼。他搬出炉子，添了些煤炭，克莱恩来回踱步，等待着水开。那种黑麦面包，干吃会噎着的。哎，难道要过早上黑面包，中午黑面包，晚上才能吃肉的生活？不，要不是梅丽莎为我即将到来的面试考虑，1周才能吃2回肉的。无所事事又因饥饿没法思考严肃问题的克莱恩左顾右盼，想到那磅羔羊肉，他望着橱柜的眼神都似乎有点发绿了。不行不行，得等着梅丽莎一块吃。克莱恩猛地摇头，否定了先切一半现在做的想法。作为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单身狗，他虽然以吃外食为主，但基本的厨艺还是磨练出来了，谈不上好吃，但也够用了。转过身体，克莱恩打算眼不见为净。就在这时，他忽地记起早上除了买肉，还买了嫩豌豆，买了土豆。土豆，克莱恩瞬间有了灵感，旋风般扭回去，冲到橱柜旁，从不多的土豆里拿出2个。他先去公用盥洗室将土豆的表皮清洗得干干净净，接着直接将它们放入壶里，与水共煮。过了好一阵子，他从橱柜里拿出调料盒，揭开盖子，往水里撒了一点点泛黄又粗糙的盐。又耐心等待了几分钟，克莱恩提起水壶，将不算汤的汤倒入几个杯子，倒入大碗，最后才将2个土豆插了出来，放于桌上。呼，他剥一点皮就往手上吹口气，煮熟土豆的香味一点点弥漫出来，勾人食欲，口水疯狂分泌。克莱恩顾不得只剥了一半，顾不得土豆还有点发烫，拿起就狠狠咬了一口，粉香，回口泛甜。克莱恩的内心瞬间充满感动，狼吞虎咽般解决掉了2个土豆，甚至吃了些皮进去。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拿起大碗，美美的喝了口汤，淡淡的盐味冲刷掉了满嘴的发干。小时候最爱这么吃了。垫了垫肚子的克莱恩一边无声感慨，一边掰断黑麦面包，用汤泡软了吃。或许是之前的仪式消耗太大，他足足吃了2条，整整1磅。喝汤，收拾，克莱恩感觉自己彻底活了过来，又体验到了生而为人的愉快，又享受到了阳光的灿烂。他坐回书桌前，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不能逃避，必须得想办法接触神秘领域，成为正义和倒吊人口中的非凡者。要战胜因未知导致的害怕，目前唯一的途径是等待下一次的聚会，看能不能旁听到观众魔药的配方，或者别的神秘知识。到周一还有4天，在此之前，得正视原主本身的问题了。他为什么自杀？他遭遇了什么事情？没法穿越回去，拍拍屁股就走的克莱恩拿起那本摊开的笔记，打算翻翻有没有什么线索，看能不能补全残缺的记忆碎片。很显然，原主有记笔记的习惯，也有拿笔记当日记的爱好。克莱恩清楚的知道，充当书桌右腿的柜子里满满都是写完的笔记本。
这一本是从5月10号开始使用的，最前面多是涉及学校、涉及导师、涉及知识的内容。5月12日，阿兹克先生提到，南大陆拜朗帝国的通用语也源自古福萨克语，也就是巨人语的一个分支。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所有具备灵性的生物都曾经使用同一种语言？不，这一定是错误的。哪怕在《夜之启示录》和《风暴之书》的记载里，在比古老更古老的时代中，巨人也不是唯一的大陆主宰，还有精灵，还有异种，还有巨龙。好吧，这都只是传说，只是神话故事。5月16日，科恩资深副教授和阿兹克先生讨论蒸汽时代的必然性。阿兹克先生认为这具备偶然性，要不是突然出现罗塞尔大帝，也许北大陆还和南大陆一样，依旧处于冷兵器时代。导师认为他太过强调个体的作用，他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没有罗塞尔大帝，还有罗伯特大帝。总之，蒸汽时代或许会迟到，但肯定会到来。对他们的争辩，我只感觉没有什么意义。我更喜欢发现新的东西，将被迷雾笼罩的历史还原。也许我不该读历史系，该读考古系。5月29日，韦尔奇找到我，说是获得了一本第4纪元的笔记。我的女神，第4纪的笔记。他不想去求考古系的同学，想请我和奈亚帮忙解读记载的内容。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拒绝？当然，得安排在毕业答辩之后。这个时候，我不能分心看到这里。克莱恩精神一振，比起前面的读史笔记、观念争论，新出现的第4纪笔记更有可能导致原主的自杀。第4纪是如今黑铁纪元前的那个时代，有关它的历史充满迷雾，诸多缺失，就连出土的陵寝、古城和文献都少之又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只能借助于7大教会含糊不清，以信仰教育为主的神学典籍，才能勉强拼凑出一点原貌，知道所罗门帝国、图铎王朝、特伦索斯特帝国的存在。立志于破开迷雾、还原历史的克莱恩对更偏神话传说的前3纪没什么兴趣，只在乎又称众神时代的第4纪，激动可想而知。嘿，这么一瞧，原主看重面试，担忧将来的就业，其实没有必要啊。克莱恩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当前大学还很稀少，绝大多数学生是贵族子弟和有钱人家孩子，平民只要进入，哪怕因身份受到歧视，不被纳入别人的社交圈，但只要本身不极端，靠着分组讨论、集体活动等事情，还是能获得一定人脉资源的，相当珍贵的人脉资源。比如韦尔奇·麦格文就是鲁汶王国兼海郡康斯顿城一名银行家的儿子，为人豪爽，出手阔绰。因为长期和克莱恩、纳亚分在一个小组做作业做报告，所以习惯性请他们帮忙，没多发散思维。克莱恩继续往下阅读笔记。6月18日，毕业了。别了，我的霍伊大学。6月19日，我看到了那本笔记，经过结构、词根等的对比，发现它是古福萨克语的一个变种。更准确的说，1000多年的历史里，古福萨克语其实一直都在微小的演变着。6月20日，我们解读出了第1页的内容，作者是一个叫做安提戈努斯的家族的成员。6月21日，他提到了黑皇帝，这和前面内容推导出的时代完全矛盾。难道导师的看法是错误的？黑皇帝其实是所罗门帝国每一位皇帝的共同称号。6月22日，这个叫做安提戈努斯的家族在所罗门帝国似乎有着显赫地位。笔记主人提到自己在和某个叫做图铎的人进行一项秘密交易。图铎王朝。6月23日，我控制自己不去想那本笔记，不去韦尔奇那里，我要准备面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6月24日，纳亚告诉我，他们有了新的收获，我想我该去看一看。6月25日，从新解读出的内容看，笔记的主人接受了一个任务，前往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去拜访位于顶端的叶之国。我的女神，霍纳奇斯山脉的主峰超过6000米，怎么可能有国家存在？他们靠什么存活？6月26日，这些奇怪的东西都是真的吗？到这里，笔记就结束了。周明瑞是6月28日凌晨穿越过来的，也就是说，6月27日的笔记其实是那一句，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克莱恩翻到最初看见的那页，略感毛骨悚然地做出判断。他觉得要解开原主自杀之谜，应该去一趟韦尔奇那里，再看一看古老笔记的内容。但有着丰富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经验的他感觉，如果自己去了，如果事情确实有关，
那多半会遭遇未知的危险。那些明知古堡有鬼还去作死的家伙们就是警示路，可不去又不行，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情越累越大，直到绝地涌来，彻底淹没掉自身。报警，总不能说我自杀了吧？咚咚咚，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克莱恩猛地坐直，侧耳倾听，咚咚咚，敲门声回荡于空旷寂寥的楼层过道内。第10章常态。谁？克莱恩正想着原主神秘自杀事件和可能遭遇的未知危险，听到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后，下意识便拉开抽屉，将那把左轮手枪拿了出来，并满含警惕的开口询问。门外安静了2秒，有略显尖细的嗓音用阿霍瓦腔喊道：“我，蒙巴顿，比奇，蒙巴顿。”那嗓音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警察比奇，蒙巴顿。”随着这个名字钻入耳朵，克莱恩立刻想到了他对应的主人，那是负责公寓所在街区的警察之一，是个粗鲁野蛮、酷爱动手的男子。不过，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镇得住那些酒鬼、小偷、兼职小偷和恶棍、流氓，而独特的嗓音是他的标签之一。好的，我马上来。克莱恩高声回应道。他本打算将左轮手枪扔回抽屉，但想到外面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而来，也许会有搜查等举动，于是小心翼翼地跑到余火早已熄灭的炉子旁，将手枪放了进去。紧接着，他拿起装煤炭的小筐，往炉中抖了几块，盖在枪上，最后又将水壶置于顶端，遮掩住所有。做好这一切，他整理了下衣物，快步靠近房门，边打开边含含糊糊道：“抱歉，刚在午睡门外站着4位穿黑色有白格制服、戴徽章软帽的警察，留着棕黄络腮胡的比奇·蒙巴顿咳嗽了一声，对克莱恩道：“这3位警官有事情询问你，警官。”克莱恩条件反射般看向另外3人的肩章，发现2位有3颗银质六角星，1位有2颗，看起来都比只有3个 V 型标签的比奇·蒙巴顿高级。作为历史系学生，克莱恩对警察肩章等级没什么研究，只知道比奇·蒙巴顿常炫耀自己是资深警长，所以那3位是督察级，受大哥班森和维尔奇等同学言谈的影响。克莱恩还是知道一点常识，他让开身体，指着屋内道：“请进。”不知道是什么事情。3位警官里为首者是个目光锐利到仿佛能看穿心灵，让人忍不住害怕的中年男子，他眼角皱纹明显，帽子边缘露出浅浅褐发，边自顾自打量房间，边沉声问道：“你认识维尔奇·麦格文吧？他怎么了？”克莱恩心头一颤，脱口反问：“是我在问你。”威严的中年警官眼神森然，他旁边同样带3星肩章的警官则看着克莱恩，温和笑道：“不用紧张，我们只是惯例询问。”这位警官30左右，鼻梁挺拔，灰色的眸子给人一种难以描述的深邃感，就像古老森林里乏人问津的湖泊。克莱恩暗自吸了口气，组织着语言道：“如果你们是指霍伊大学的毕业生，来自康斯顿的维尔奇·麦格文，那我确定认识，我们是同学，跟随同一位导师。昆汀·科恩资深副教授在鲁恩王国，教授不仅仅是职称，还是职位，就像地球上教授与系主任的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一个大学一个系只能有1位教授，副教授要想转正，只能等顶头上司退休，或者凭实力将对方挤走。鉴于留住人才的需要，经过多年的摸索，王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在讲师、副教授、教授的3级体系里加入了资深副教授，给予学术水平高或资历足够老，却又没法成为教授的先生女士们。说到这里，克莱恩看了眼中年警官的眼睛，考虑了1秒钟道：“老实说，我们的关系还算不错。这段时间我和他，还有娜亚，经常见面，解读和讨论他得到的第4纪文献，一本笔记。警官，他出了什么事情？”中年警官没有回答，而是侧头看了眼灰眸的同伴。那位戴徽章软帽、五官普通的灰眸警官温文回答：“很抱歉，维尔奇先生过世了。”“怎么会？”虽然有些预感，克莱恩还是忍不住惊愕出声。维尔奇也像身体的原主一样死掉了，这就有点恐怖了。那娜亚呢？克莱恩慌忙追问道。娜亚女士也过世了，灰眸警官颇为平静地说道。他们2人死在维尔奇先生的住所内被杀害的。克莱恩隐约有了猜测，也许是自杀。灰眸警官摇了摇头，不，从现场痕迹看，他们是自杀，
韦尔奇先生用头撞墙，撞了很多下，撞得满墙都是血。纳亚女士将自己淹死在了一个水盆里，用来洗脸的那种，这不可能。克莱恩听得汗毛耸立，似乎能够想象那诡异的场景。女孩跪在椅子上，将脸埋进了装满水的洗脸盆里，棕发柔顺披下，随风摇晃，整个人却一动不动。韦尔奇倒在地上，双眼死死盯着天花板，额头完全粉碎，遍布血污，而墙上被撞击的痕迹一处又一处，鲜血淋漓。灰眸警官嘴角动了一下，道：“我们也这么认为，但尸检结果和现场情况都排除了药物和外力等因素。我是说韦尔奇先生、纳亚女士都没有反抗的痕迹。”不等克莱恩再次开口，他步入房间，假作随意的问道：“你最后一次见到韦尔奇先生或者纳亚女士是什么时候？”他边说边用眼神示意着有2颗银星的同伴。那是位年轻的警官，看起来和克莱恩差不多大小，黑鬓绿瞳，长相不错，有股诗人的浪漫气质。听到问题，克莱恩念头急转，思索着回答：“应该是6月26日，我们共同解读了新的一篇笔记内容。之后，我就回到家里，为30号的面试做准备。廷根大学历史系的面试。廷根是号称大学之城，有廷根、霍伊2所大学，有技术学校、大律师学院、商学院，仅次于首都贝克兰德。”他刚说完，眼角余光就看见年轻警官走到书桌旁，拿起了那本更像日记的笔记。糟糕，忘了把它藏起来了！克莱恩短促喊道：“你！”年轻警官对他回以笑容，却没有停止翻看笔记的动作。而灰眸警官则解释道：“这是必须的程序。”这个时候，比奇、蒙巴顿和威严的中年警官都只是在旁边看着，没有插言，没有协助搜查。“你们的搜查令呢？”克莱恩本打算这么质问，可仔细想了想，鲁恩王国的司法系统好像还没有进化出搜查令这种东西，至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毕竟连警察队伍都才建立15、16年。在原主小时候还叫做治安官。克莱恩无法阻止，眼睁睁看着年轻警官快速翻阅自己的笔记，而灰眸警官也没有再提问。什么奇怪的东西？年轻警官翻到最后，突地开口：“还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除了神灵，每个人都会死，不是常识吗？”克莱恩原本准备狡辩一句，可陡然想到自己原本就打算和警察连上线，以防备可能会遭遇的危险啊，只是苦于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不到1秒钟的时间，他就做出了决断，用手捂住额头，语带痛苦的回答：“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今早醒来以后，我就感觉自己不太对劲，好像遗忘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最近几天发生的部分，甚至不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句话。有的时候，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坦白得讲技巧，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是一方面，哪些先讲，哪些后讲，该怎样讲又是另一方面。作为键盘专家，克莱恩也研究过一点话术。”“荒谬！你当我们是傻瓜吗？”比奇·蒙巴顿愤怒插嘴，他实在忍不住了。这谎言太过拙劣，简直是在侮辱自己等人的智商。你装精神病也比装失忆好啊！真的，克莱恩坦然回应着蒙巴顿和中年警官的目光。这事真的不能再争。也许真有可能。这时，灰眸警官慢悠悠开口了：“什么？这就信了？”克莱恩自己都诧异了。灰眸警官微笑看向他道：“过2天会来一位专家，相信我，他应该能帮助你回想起遗失的记忆。”“专家？帮助回忆？心理学领域的？”克莱恩皱起了眉头。这要是弄出我地球的记忆怎么办？他突然感觉牙疼。年轻警官放下笔记，搜查了书桌和房间一遍。幸运的是，他重点在书籍，没有提起水壶看一看。“好了，克莱恩先生，感谢你的配合。最近几天，你最好不要离开廷根。如果必须，请通知蒙巴顿警官，否则你将成为逃犯。”灰眸警官最后叮嘱道。“这就结束了，今天就告一段落了，不再多问问，再调查调查，或者将我抓回警局用刑。”克莱恩一阵茫然，不过他也想解决掉韦尔奇带来的诡异事件，于是点头道：“没问题。”警官们依次退出了房间。走在末尾的年轻人突地拍了拍克莱恩的肩膀：“真好，很幸运。”“什么？”克莱恩一脸迷茫。这位有着诗人气质的绿眸警官微微一笑道：“一般来说，遭遇这种事件，当事人全部死掉是常态。我们很高兴，也很幸运的看到你还活着。”说完，他就走出了房间，
很有教养的随手关门。全部死掉是常态，很高兴我还活着，很幸运我还活着。在这6月的下午，克莱恩遍体发寒。第11章真正的厨艺。全部死掉是常态，很高兴我还活着，很幸运我还活着。克莱恩猛地打了个寒战，忙快走2步，奔向门边，试图追赶几位警察，寻求保护。可他刚触摸到把手，动作忽然停顿了下来。那位警官都将事情说得这么可怕了，那他们为什么会不保护我这个重要证人或者说关键线索？这也太疏忽大意了吧？试探还是放饵？各种念头在克莱恩脑海打架，让他怀疑警察还在暗中盯着自己，观察反应。想到这里，他内心安定了不少，不再那么惊恐慌乱，慢悠悠打开门，嗓音故意发颤的对着楼梯口位置喊道：你们会保护我的，对吧？啪啪啪，警官们没有回应，皮鞋和木质楼梯的触碰节奏毫无变化。我知道的，你们会这样。克莱恩用假装坚信的语气再次喊道，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像个遇到危险的正常人。脚步声渐渐变弱，消失在了公寓底层。克莱恩低哼了一声，腹中嗤笑道，这反应太假了吧，演技不合格。他没追下去，转身回到房中，随手关上了大门。之后几个小时，克莱恩充分表现了心绪不宁、坐立不安、焦躁烦乱、独不知意等大吃货国词语。不因为周围没人而放松要求，这叫演员的自我修养。他心中这样自嘲道。当太阳西斜，天边云彩燃烧了起来，公寓住户陆续回家，克莱恩才将重心转移到别的地方。梅丽莎差不多也要放学了，他将目光投向炉子，一口气提起水壶，剥开煤炭，拿出左轮手枪。没有停顿，没有耽搁，他将手伸到了高低床下层木板的背面，那里有10来根木条交错支撑。把左轮夹在一根木条和木板之间后，克莱恩直起身体，忐忑不安的等待，害怕警察突然撞开大门，端着枪械冲入房间。如果是正常的蒸汽世界，做刚才那番举动时，他确认不会被谁看到。然而这里有超凡力量，自身验证过的超凡力量。等待了几分钟，门口毫无动静，只得2位租客相约着去铁十字街狂野之星酒吧的交谈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呼克莱恩吐了口气，一颗心安放回了胸膛，就等着梅丽莎回来做嫩豌豆炖羔羊肉了。这个念头一现，克莱恩口中仿佛满溢出肉汁的香味，也顺带想起了梅丽莎是怎么做嫩豌豆炖羔羊肉的。他是先烧水焯一下肉块，然后加洋葱、盐、一点点胡椒和水等直接炖，到一定时候再放入豌豆和土豆，焖上40-50分钟。还真是够简单够简陋的做法啊，纯靠肉本身的美味来支撑。克莱恩忍不住摇了摇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平民人家哪有多种调料，哪有各种做菜手法，只能追求简单、实用和节省，反正只要肉没弄焦、没坏掉，对1周才吃2次甚至1次的人来说，怎么样都是好的。克莱恩谈不上厨艺好手，日常都是以外食为主，但每周做3-4次饭，周周积累下来，还是让他有着及格水准，觉得不能辜负了那磅羔羊肉。等梅丽莎回来再做，弄好都得7点半之后了，那会饿坏他的。是时候让他见识真正的厨艺了。克莱恩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先让炉火重燃，去公用盥洗室接水清洗了羔羊肉，然后拿出菜板、菜刀，笃笃剁成小块。至于该怎么解释突然会厨艺的事情，他决定推到死鬼韦尔奇·麦格文身上。这位同学不仅请了擅长煎海特色风味的厨师，还经常自己琢磨美食，请人品尝。死人是不会反驳我的。不过这是拥有非凡者的世界，死人未必不会说话啊。这么想着，克莱恩莫名有了点心虚。他将杂乱的念头抛开，把肉块放入了汤碗里，接着拿出调料盒，往里抖了1勺半泛黄的粗盐，另外又从专门的小瓶子里珍而重之地取了些黑胡椒粒，和羔羊肉、盐一起抓匀，稍作腌制。把炖锅置于炉上，等它烧热的同时，克莱恩翻找出昨天剩下的胡萝卜和今天买的洋葱一块，切成了好多块。做完准备，他又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小罐子，打开之后，里面是所剩不多的猪油。克莱恩弄出1勺，放入锅中，煎开融化，然后倒入胡萝卜和洋葱块，翻炒了一阵。
香味开始弥漫。克莱恩将羔羊肉全部倒进，仔细煎了一会。这个过程里，本该下点料酒，再不济也得用葡萄酒代替。然而莫雷蒂家没这些奢侈的东西，班森一周也才能喝一杯啤酒。克莱恩只好因陋就简，倒了些开水，随便弄弄。炖了20分钟左右，他打开盖子，将嫩豌豆和切好的土豆放入，又加了一杯热水，2勺盐，合拢盖子，调低炉火。克莱恩满意呼气，等待着妹妹回家。时间1分1秒过去，房间内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有肉的诱惑，有土豆的醇厚，有洋葱的清爽，味道逐渐混杂。克莱恩时不时吞咽口唾沫，并按开怀表盖子，看向分针。40多分钟之后，不算轻快却节奏有序的脚步声靠近，钥匙插入，把手转动，房门打开。好香！梅丽莎人还没有进来，就语带疑惑的低语道。他拿着提包，迈步而入，目光扫过了火炉。你做的？梅丽莎取下纱帽的动作停顿在了半空，望向克莱恩的目光满是惊恐。他抽了下鼻子，吸入了更多的香气，目光迅速变得柔和，似乎找到了点信心。你做的？他疑惑再问。你怕我浪费掉羔羊肉？克莱恩微笑反问，不等回答，又自顾自说道，放心，我专门请教过韦尔奇这道菜该怎么做，你知道的，他有个好厨师，第一次做。梅丽莎的眉头不自觉皱起，但又被香气抚平。看来我很有天赋。克莱恩笑了一声，快要好了，你把书本帽子放一放，去盥洗室洗个手，然后等着品尝。我很有信心的听着哥哥有条不紊的安排，看着他温和平静的笑容。梅丽莎怔在了门口，呆呆没有反应。你喜欢炖的烂一点吗？克莱恩含笑催促道。啊，好的。梅丽莎回过神来，一手提包，一手拿帽，快步冲进了里间。揭开炖锅盖子，克莱恩眼前顿时有雾气冒出，2条黑麦面包早就被放到羔羊肉和嫩豌豆侧面，让它们吸收香味和热气，以变得松软。等到梅丽莎收拾好物品，洗手洗脸归来，书桌上已摆放好一盘有土豆、胡萝卜、洋葱点缀的嫩豌豆炖羔羊肉，而2条染上了些许肉质颜色的黑面包在各自的碟里。来，尝尝。克莱恩指着靠放于盘子旁边的木质叉和勺道。梅丽莎还有点茫然，没有拒绝，拿起叉子插了块土豆，凑到嘴边轻咬了一口。土豆的粉糯，肉质的浓香同时弥漫，让她的唾沫疯狂分泌。3两下就把这块土豆给吃完了，吞下了。尝尝肉。克莱恩用下巴指着盘子道。他刚才已经尝过了味道，觉得只有及格线水平，但对没见过世面又偶尔才能吃到肉的小姑娘来说，足够了。梅丽莎的眼眸里多了期待的神采，小心翼翼插了块羔羊肉。它被炖得破烂，刚一入口就有快要融化的感觉，真正的肉香爆发，美妙的汁水横流，冲塞口腔。那是前所未有的美好感受，让梅丽莎根本停不下来。等到她回过神，已经吃掉了好几块羔羊肉。克莱恩，这是为你准备的。梅丽莎的脸庞一下涨红，说话结结巴巴。我早就偷吃过了，这是作为厨师的特权。克莱恩微笑安抚着妹妹，同时也拿起叉和勺，时而吃块肉，时而塞一嘴豌豆，时而放下餐具，掰一块黑面包沾汁水吃。梅丽莎放松了下来，被克莱恩毫无异常的举止影响，重新沉浸于了美味当中。真好吃，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第一次做。梅丽莎瞧了眼连汁水都没留下的空盘子，由衷赞美道。和韦尔奇的厨师比，还差得很远。等我有钱了，带你和班森去外面餐厅吃更好的。克莱恩说的自己都开始有点憧憬。你面试会？哥。梅丽莎话未说完，突然难以控制的发出满足的声音。她慌忙伸手捂住嘴巴，一脸的尴尬。都怪刚才的嫩豌豆炖羔羊肉太好吃了。克莱恩暗笑一声，决定不嘲笑妹妹。他指着盘子道：“这是你的任务。”好的。梅丽莎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拿上盆子，冲向门外。等她清洗归来，打开橱柜，习惯性检查了一遍调料盒等物品。你刚才用了？梅丽莎惊讶脱口，转头望向克莱恩，手中拿着黑胡椒瓶和猪油罐。克莱恩摊手笑道：“一点点，这是美味的代价。”梅丽莎眸光闪烁，表情变换了几下，最终抿了抿嘴道：“以后还是我来做菜吧。你得抓紧时间准备面试，得考虑工作的事情。”第12章再次上门。妹，咱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克莱恩暗自吐槽，只觉脑袋又开始一抽一抽的痛。原主遗忘的知识不算多，也绝对不少。后天就要面试了，哪有时间补得上来？而且还卷入了诡异恐怖的事件，怎么可能有心思去复习？敷衍了妹妹几句，克莱恩开始装模作样读书。梅丽莎搬了椅子，坐在旁边，借着煤气灯的光芒做起了作业。气氛宁静安乐。快11点时，兄妹互道晚安，各自上床。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响起，克莱恩从梦中醒来。他看了眼窗外的晨曦，脑袋略显迷糊的翻身坐起。谁呀？这都几点了？梅丽莎怎么没叫醒我？邓恩。史密斯门外有沉稳的男声回答。邓恩，史密斯，不认识。克莱恩摇头下床，走向门边。他拉开房门，看见了昨天那位有着灰色眼眸的警官。出什么事了吗？克莱恩警惕问道。灰眸警官表情严肃的回答，我们找到了一个马车夫，他证实你在27日，也就是韦尔奇先生和纳亚女士死亡的当天，去过韦尔奇先生的住所，而且还是韦尔奇先生帮你付的车钱。克莱恩怔了一下，丝毫没有谎言被揭穿的惊恐和心虚，因为他根本不是在撒谎，反倒感觉灰眸警官邓恩·史密斯提供的证据不出自身的预料。6月27日那天，原主果然还是去了韦尔奇的住所，回来的当天夜里就自杀身亡，和韦尔奇、纳亚一模一样。克莱恩张了张嘴，泛起一抹苦笑道，这不是足够有力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我和韦尔奇、纳亚的死亡有关。老实说，我也很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弄清楚我两位可怜朋友的遭遇。但是我真的记不得了，我几乎完全遗忘了27号那天做过的事情。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全靠我自己的笔记才勉强猜到我27号也许去过韦尔奇的住所，心理素质不错。灰眸警官邓恩·史密斯不见愤怒也不见微笑的点了点头。你应该能听得出我的诚恳。克莱恩直视着对方的双眼，我说的都是真话，当然只是真话的其中一部分。邓恩·史密斯没有立刻回应，视线扫了房间一圈，才慢悠悠道，韦尔奇先生丢失了一把左轮手枪，我想我应该能在这里找到他，对吧，克莱恩先生？果然，克莱恩总算弄清楚了左轮手枪的来历，脑海念头如闪电跳跃般转动，瞬间做出了决断。他半举起双手，一步步退后，让开了道路，然后用下巴指向高低床道。在床板背面，他没具体说是下面那张，因为正常人都不会把东西藏在上层床板的背面，那会让访客一目了然的看到。灰眸警官邓恩没有往前，抽了下嘴角道，没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克莱恩毫不犹豫的回答，有，前晚半夜醒来，我发现自己趴在书桌上，旁边是左轮手枪，墙角有子弹，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自杀，只是也许没经验，没用过手枪，或者最后关头害怕了，总之子弹没达到预想的效果，我的脑袋还完好，我活到了现在，而从那时候开始，我遗忘了一些记忆，包括27日到韦尔奇住所做过什么，看到了什么，我没有撒谎，我真的不记得了。为了洗清嫌疑，为了解决缠上自己的诡异事件，克莱恩几乎说出了全部的事情，除开穿越和聚会。另外，他在措辞上有所修饰，让每句话都能经得起考验，比如没说子弹未击中脑袋，只提未达到预想的效果，事后头部依旧完好。在旁人耳中，这两者几乎表达一样的意思，但实际上截然不同。灰眸警官邓恩安静听完，沉缓开口，这很符合我推测的发展，也符合之前类似事件的隐藏逻辑。当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相信就好。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活下来的。克莱恩稍微松了口气，但是邓恩抛出了一个转折词，我相信没用，现在的你有很高的嫌疑，你必须通过专家的确认你真的遗忘了遭遇，或者真的没直接导致韦尔奇先生和纳亚女士的死亡。他咳嗽一声，表情变得严肃。克莱恩先生，请你配合调查，和我们回一趟警局，这大概需要2到3天。如果你确实没有问题的话，专家到了。克莱恩愣反问，不是说过2天吗？他比我们预料得都早。邓恩侧过身体，示意克莱恩出门。我留张纸条。克莱恩请求道。班森还在出差，梅丽莎上学去了，只能留言告诉他们自己涉及韦尔奇的一件事情，让他们不要担心。邓恩不甚在意地点头。可以。克莱恩回到书桌旁，一边找出纸张书写，一边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事情。老实说，
他非常不希望见那位专家，毕竟自身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在有7大教会的地方，在疑似前辈的罗塞尔大帝被刺杀的前提下，穿越这种事情多半是要进裁判所，上仲裁庭的。但是没武器，没格斗技巧，没超凡之力的自己哪里是职业警官的对手？更何况门外昏暗里还站着几位邓恩的下属，他们拔枪一个齐射，自己就算交代了。呼，走一步算一步，克莱恩留下纸条，拿上钥匙，跟着邓恩出了房间。昏暗的走廊里，4位黑衣白格的警察分列两边，非常戒备。啪啪啪，克莱恩跟在邓恩身边，踩着木质的楼梯，一阶一阶往下，时而能听到吱吱呀呀的声音。公寓门外停着一辆4轮单马的马车，它箱体侧面会刻有双剑交叉、簇拥王冠的警察系统标志，周围和之前每个清晨一样热热闹闹，拥挤嘈杂。上去吧，邓恩示意克莱恩先。克莱恩刚要迈步，突然有个卖牡蛎的小贩抓住一位顾客，指责对方是小偷。双方扭打起来，惊到了马匹，周围顿时变得混乱。机会！克莱恩来不及多想，猛地弯腰前冲，抢入了人群里，或推搡，或闪避，他疯狂奔逃，向着街道另外一头。现在的情况下，为了不见专家，只能去城外码头，坐船顺塔索克河而下，逃到首都贝克兰德去，那里人口众多，便于隐藏。当然，也能扒蒸汽列车往东去最近的恩马特港口，走海路到普利兹，然后才前往贝克兰德。不多时，克莱恩跑到了街口，拐入了铁十字街，那里停着几辆可雇佣的马车，去城外码头。克莱恩手一撑，跳上了其中一辆。他想得很清楚，要先故意误导追赶的警察，等到马车驶出一段距离，自己就直接跳下去。好的车夫扯起了缰绳，哒哒哒，马车驶离了铁十字街。正当克莱恩准备跳车时，他忽然发现马车拐向了另外一条路，并非通往城外的道路。你要去哪里？克莱恩愣了一下，脱口问道。去维尔奇的住所。马车夫语气不见起伏地回答什么。克莱恩惊愕之中，马车夫转过身体，露出深邃冷漠的灰色眼眸，俨然便是邓恩·史密斯警官。你！克莱恩惊恐莫名，突感天旋地转，整个人猛然坐了起来。克莱恩疑惑的左看右看，发现窗外红月正盛，房间铺满轻纱。他伸手摸了下额头，湿润而冰凉，尽是冷汗，背后也是同样的感觉。做了个噩梦。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还好，他觉得自己梦里还挺清醒的，还能冷静思考，颇为奇怪。稍微缓和后，克莱恩拿起怀表看了一眼，发现才半夜2点多，于是悄声下床，打算去公用盥洗室洗个脸，顺便解决下憋胀的小腹问题。扭开房门，他来到昏暗的过道上，就着微弱难辨的月光，脚步很轻的靠近公用盥洗室。突然，他看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站了一道人影，那人影穿着比长袍短、比正装长的黑色类风衣服饰，那人影半融入于黑暗里，沐浴着清冷的绯红月华。那人影缓缓转过了身体，眼眸深邃、灰暗、冷漠。邓恩·史密斯。